大家好，我是顶牛。你要问当前版本有没有比较轮椅的辅助英雄，我个人会推荐远古冰魄、冰魂。冰魂目前在各个分段都是玩得多，赢的也多。今天这期视频，我们就好好研究研究冰魂自命世版本以来的一些相关改动，同时看看有没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细节。冰魂的先天技能叫做死亡无双，效果是冰魂的技能可以给目标叠一个 debuff， 减速加持续伤害，每层 debuff 是秒伤10点，减速2%。然后冰魂技能原本自带的持续伤害都给移除了，相当于是转移到了先天技能上。拿寒霜之族为例，命世版本之前技能自带8段45点的伤害，现在是直接施加8层死亡无双 debuff， 总共是8段40点，总伤害略有下降，但是比之前多了减速。大招同理，现在冰晶暴轰的 debuff 本身是没有伤害的，挑伤害是因为死亡无双。然后有一点细节需要注意一下，就是冰晶暴轰 debuff 可以对无敌的单位施加，比如水人或者风杖，但是死亡无双施加不了。所以有时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，一个丝血水人身上明明中了冰晶暴轰 debuff， 但是却不会被斩杀。这是因为即使已经处于斩杀血线以下，也要再受到一次伤害才能触发斩杀。一个类似的例子是亚巴顿被动激活回光返照，这里回光返照 CD 转好的时候，即使亚巴顿的血量非常少，回光返照也不会直接就自动激活，需要再受到一次伤害。伤害为0的伤害事件也行。回到冰晶暴轰，正常的话，现在大招擦到残血的人依然会直接斩杀掉，因为施加的死亡无双会挑伤害。但如果命中的是无敌的单位，此时就一定需要再来一次其他的伤害才能斩杀，因为目标身上只有冰晶暴轰，没有能挑伤害的死亡无双。二技能冰霜漩涡的伤害跟减速都被移除了， debuff 本身现在就只有一个减魔抗的效果。三技能极寒之处的伤害跟减速没有受到影响，所以现在就是既有原技能的效果，又会有2层先天技能的效果。细心的老哥可能注意到了，死亡无双 debuff 施加之后并没有明确的持续时间，这个红圈是不转的。我大概试了一下，结论是只要原技能的 debuff 还在，那么死亡无双就会一直跳伤害， 0.5 秒一跳。当原技能 debuff 结束的时候，死亡无双总是会粘至一个很短的间隔，会在最后一次伤害的 0.5 秒之后结束，所以这里寒霜之族施加的死亡无双 debuff 总共持续了 4.5 秒。如果目标提前走出判定是否冻住的时效距离，可以看到 debuff 依然是在最后一跳伤害的 0.5 秒之后结束。然后如果目标被冻住了，这个被冻结的 debuff 不会让死亡无双延长。这里顺便提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冷知识，目标是否会被冻住的时效距离是看高度的，如果冰魂没有点15级增加时效距离的天赋，小小投掷可以直接断掉寒霜之族。海象神拳的高度不够，但是根据勾股定理，如果这里水人在远离中心一点的位置被打起来，这次就能断了。如果寒霜之族 debuff 是被提前驱散掉的，可以看到死亡无双不是立即被驱散掉，依然是要等到最后一次伤害的 0.5 秒之后。冰霜漩涡施加的死亡无双也遵循这个规律，这里水人走出范围之后，最后一跳伤害和失去 debuff 同样是间隔 0.5 秒。极寒之处施加的死亡无双和技能本身的减速 debuff 并不相关，技能介绍里明确写了极寒之处施加的死亡无双持续3秒，所以这里1秒的固有减速结束之后，死亡无双会继续持续一会儿，然后也会在最后一跳伤害的 0.5 秒之后结束，所以总的持续时间实际上是 3.5 秒。然后极寒之处是可以叠加死亡无双 debuff 层数的，不过每一层 debuff 的持续时间都相互独立，所以不能像蝙蝠叠油或者钢背鼻涕那样一直往上叠。只有冰魂的4个原装技能可以施加死亡无双 debuff， 比如冰魂通过莲花反弹了其他人的技能，不会施加 debuff。 然后冰魂的先天技能不吃破坏。介绍冰魂命时之前，先说2点关于大招的改动。第一，现在敌人中了冰晶暴轰之后，血条会有一小段的白色，这个显示的就是斩杀血线。另一条改动是，现在冰魂可以在被沉默的时候释放冰爆，比如丢出冰球之后中的沉默大，之前如果没有驱散手段的话，就只能看着冰球飞过，现在就不怕了。眩晕以及附带眩晕效果的控制技能可以阻止冰魂释放冰爆。妖术有点违和，
兵魂可以在被妖术的状态下释放冰爆。因为妖术只是沉默和缴械之类的效果，并不包含眩晕。然后冰晶暴轰和天怒交互时会有一个疑似 bug 的情况，天怒左边命时的效果是天怒造成技能伤害的同时，会给自己上一个魔法护盾。按理说这个护盾只有天怒自己能获得，但如果是天怒的伤害触发了冰晶暴轰的斩杀，此时冰魂也能获得这个天意之盾。可能是因为这一下结算的是天怒通过冰晶暴轰斩杀的目标，但冰晶暴轰是冰魂的技能。冰魂的左边命时叫做刺骨严寒，效果是死亡无双 debuff， 还会降低目标的力量，每层降低 1.25。这里一个满级满天赋的冰魂打168力量的满级小小，一套拉满最多的时候是18层死亡无双，总共降低 22.5 的力量，也就是将近500点的最大生命值。而且配合大招的话，即使中途部分层数会更早结束归还力量，小小的当前生命值是不会增加的，所以整体来说效果还算挺明显。美杜莎的魔法盾阻止不了因失去力量而损失的生命值，所以刺骨严寒命时可以做到把满蓝美杜莎的血量给打下来。因为失去力量的时候，美杜莎的当前血量和最大血量都会降低，而 debuff 结束归还力量，美杜莎的当前血量因为冰晶暴轰的缘故会保持不变，所以就会出现明明有蓝，但是血条已经不满的情况。如果美杜莎剩的血量不多，此时再配上狮王，甚至能直接击杀满蓝美杜莎。或者冰魂自己继续叠死亡无双也行。冰魂右边命时叫做冰天雪地，效果是寒霜之族变成范围技能，这个是之前冰魂的一个25级天赋，现在25级天赋改成了增加 50% 先天技能的效果，变成范围技能之后，寒霜之族就不再能触发林款莲花之类的，然后可以搜索到隐形和阴影里的敌人。如果是隐形的敌人，还能看到技能生效时在中心留下的寒冰标记。需要指出的一点是，寒霜之族的具体作用范围取决于大招的等级，6级没学大招之前范围是0，此时就是原版的单体寒霜之族，需要指定目标，并且会触发林肯莲花。1级大的时候范围是200，比较小，满级大的话，寒霜之族的范围就大很多了。Dota buff 显示会有更多的冰魂玩家选择左边命时刺骨严寒，占比超过 60%， 胜率两边都不低，左边更高。视频最后展示下7000到8500分段的路人局里，冰魂比较流行的加点以及出装路线。加点基本都是只学1级极寒之处，然后大部分玩家都会优先把2技能冰霜漩涡点满。寒霜之族前期只点1到2级，点满冰霜漩涡之后再补满寒霜之族。冰魂的出装其实没有什么新意，就是常见的辅助出装路线，秘法、微光、推这种。比较有钱的话可以出阿托斯。另外值得提一句的是，现在寒霜之族的失效距离不再享受福灵锁的范围加成。OK， 今天就聊这么多，老哥们有学到的话别忘了点赞加关注。